欢迎来到最佳提示和工具，我叫克劳斯莱满，内在行动。过去14年，我从事沟通工作。我在丹麦的大型企业中从事培训和发展工作。国外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手机了一些工具，我想与大家分享这些。今天谈论沟通，讲沟通作为成为更好领导者的工具，更好的与他人合作，并更容易取得成功。当你想证明某件事，无论一个销售情境，或者在设计变革管理时，沟通使许多事情的及时。例如，沟通建立在3个基本要素之上。现在我们稍微回到一下古希腊，并绅士和分析修辞工具项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3件事基本要素，你需要用来成功沟通工具。我们需要稍微处理一下这3件事儿。首先是伦理，然后是洛格斯，最后是情感。也许你以前听说过这些概念，但让我找说明。当我想到你可以使用那些工具时，我在想什么？变得稍微更擅长一点沟通。首先我们要理解伦理。伦理是关于你的行为方面，是你在做严事，是你在沟通。我在这里使用的符号是超人。如果我们进一步看看我们通常来说赋予的超人特质，这些是像强壮这样的特征和品质。要有可信度，帮助他人，拥有一些特殊技能，所有这些事情加在一起，对我来说强调了拥有特别非常极其高度的伦理。伦理在我们沟通时至关重要。如果你的听众认为你有强烈的伦理，他们信任呢？他们相信你所说的话，这使得说服他们变得稍微容易得多。这意味着你需要努力并拥有强大的伦理。这关乎你的肢体语言，你的声音，但也关于你整体可信度。伦理可能需要时间建立，但它可能会消失在几秒钟内。如果你被谎言欺骗，如果你夸大其词，如果你买得多，你就会失去你的伦理，这将稍微影响你未来的沟通。所以要举直的题，强有力的沟通，以及一种平衡感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元素是洛格斯。洛格斯是关于逻辑的。在这里我们将研究如何更好的沟通，与交流对象的理性部分进行挂档的进一步的沟通。卢卡斯用大脑来稍微说明这一点。我们必须能够与大脑进行沟通并交流，与之讨论，使其对交流对象有意义和价值和重要性和影响力，意味着我们必须说服他人。在这里，图表和统计数据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具，但这也许也关乎所说的话要尽量有意义，可能吧？所以必须清楚这一切是关于什么的，必须非常清楚为什么这对我的确非常重要。最后，但同样重要的是关于我如何使用这些知识的问题。你与我分享的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与大脑沟通的方式的确主要涉及的就是结构化的能力，是信息稍微简洁明了。所以罗格斯是第2个基础，和伦理一起加强你的沟通。但仅这2点不足以让接受者采取行动。例如，我们要关注的是第3个要素，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之一。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元素是情感。我用这里的星星象征情感，因为情感是关于感情的。情感是指你在接受这种激发情感的能力，或者用英语来说，就是创造情感构筑。比如，当我们沟通时，想要对接受者产生改变，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情感。理论时，没有情感就没有行动。当你需要激励时，你有2个基本工具，并与他们合作，这是痛苦、快乐。你理解对方的能力和技巧和方法和策略，可以通过遵循你的建议或做你认为对自己最好的事情来实现，或者思考你想要进一步去影响这个人去思考。这样我们就可以愉快地工作，创造一些动力，一些积极的激励，一些针对激励的具体内容。另一方面，还有另一个强大的激励因素，例如，并且我们谈论痛苦，的确，疼痛及燃烧的平台确实是，如果你能并且非常详细地表明你今天所做的一些事情不够好，留下来会让你稍微付出一些代价，一点你在哪？但如果你能移动自己，你就能到达一个更好的地方。因此，创造一个紧迫的平台的能力，激励并告诉对方，通过稍微改变可以获得什么。
尤其重要，特别是当我们谈论变革管理，或者你说服他人的愿望。这3个要素，伦理、洛格斯和情感的结合，是你成功的关键。稍微一点，当你沟通时，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我会告诉你，我将为你提供更多工具，以稍微提高一些你的沟通能力，并使用这3个基本要素增强你沟通这能力，并确保你在沟通中获得更多成功。我期待再次见到你。